2021年4月，时隔4年半的 Apple TV 4K 终于迎来了更新。全新的 Apple TV 4K 2021有哪些改变？ Apple TV 是否真的和传说中一样，对视频的画质和音质有极大的提升？在这个智能电视基本已经普及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购买一个 Apple TV？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个发布不久的 Apple TV 4K 2021。那我购买的除了 Apple TV 本身之外，还有这个 HDMI 2.1 的连接线。大家要注意，苹果是不附带这根线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买的时候要把它也拿上。那我们先把线放到一边，先做 Apple TV 的开箱。那我们看一下 Apple TV 的外包装。首先正面是它盒子电视的本身，然后有一个遥控器，然后侧面可以看到苹果的标志 TV 以及一个彩色的 4K。那我买的是64GB 的空间，其实如果你没有特别大的下载量的话，32的话也应该够了。背面的话是一些支持的一些流媒体平台的一些名字，这里是它可以支持 AirPlay 这个功能。如果你有 AirPods Max 或者普通的 AirPods， 就可以使用它跟 Apple TV 连接到一块儿，就可以在某些场合，如果你不想打扰到别人，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然后这里我发现其实这点挺令人在意的，因为它这边写的是 HomePod， 但其实大家知道的是 HomePod 其实已经停产了，而且苹果在最近也是推出了 HomePod Mini。它这里的这个标识没有改变，让我在想它是不是这个其实早就已经生产了，扔在仓库已经积了一段时间才拿出来发布的。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来。那我们就打开来，还是刚刚好的这种阻尼感。好，打开之后，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这里是它机器的本身，而且比我想象中的重，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购买 Apple TV。然后它边缘上是有一圈黑色类似胶带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就能看到这边的一些孔了，这个应该是电源孔，然后 HDMI 的接口，其实这个似乎是网线插口，然后是底座，这里是底座上的一个胶带，有点厚，我们也把它拆掉之后就能看到 Apple 的标志，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圈露出来的是风扇，说明苹果还是对它性能应该比较有信心吧，觉得它需要用到风扇散热。当然我也不知道上一代是不是有。那讲到这个风扇，其实今年的这款 Apple TV 它是首次支持了以60帧的帧率来播放 4K 的视频。那高帧率的 HDR 视频以60帧的速度播放，能够使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加的生动逼真，并且支持 HDR10 和杜比世界，以获得更丰富的色彩和更加深的黑色。这次 Apple TV 它的芯片从 A10 的 X 升级到了 A12， 虽然性能上肯定是有提升，但应该相差的不大，因为这两个芯片其实发布的时间也没有隔得太远。A12 的芯片是用在了 iPhone X2 和 XS 那一款上面，然后 A10X 那块芯片是用在了 iPad Pro 10.5英寸那一款上面，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想一下这两款的区别。好，接下来就是这个遥控器，其实这次升级最大的升级的主角是这个遥控器，而不是它 Apple TV 本身。那这一次这个遥控器其实也是完全被重新设计过了，它获得了一个更厚然后更长的一个体积，但是在握持感上也应该是更加的趁手。那这次遥控器最大的改变就是本身在这里的整个控制的面板变成了一个圆环形的控制板，这里可以有4个方向键，然后这个是可以摁下去的一个应该是类似确认键的一个功能。然后新的遥控器上也多了一个电源键，而且这个电源键它不只可以操控 Apple TV， 它甚至可以操控电视机本身的电源。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静音键，那当然也因为这些键的布局改变，所以 Siri 键就被放到了侧边，是不是有一点点指纹解锁的感觉？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一代的遥控器它减掉了运动传感器，也就是说你没法再把它当做一个那种游戏手柄来玩那个体感游戏。但是没关系，因为 iOS 14.5 之后 Apple TV 就支持蓝牙外接别的游戏手柄了，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PS5 或者 Xbox X 的手柄，那就可以把它连在 Apple TV 上当做一些游戏的控制器。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盒子里还有些什么。这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是电源线，黑色的线在苹果比较少见，还挺好看的。然后在另外一边是产品的说明书和保修卡，以及一个 USB-A 转闪电接口的数据线，应该是拿来给
这个遥控器充电的。OK， 那我们开箱基本上就到这里。现在我就去把 Apple TV 和我的电视连上，设置一下，看一下到底它是不是能够带来画质和音质上的提升。那我们现在就把电视打开，按一下中间这个键就可以开始设置。那我先语言选简体中文。哦，它这看到可以通过 iPhone 设置，还有手动设置。那我肯定选择通过 iPhone 设置，应该会方便一些吧。接入 WiFi 网络，然后我已经连到了，打开蓝牙，靠近 Apple TV。哦，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和那个 AirPods 连接的时候一样，它有一个动画会出来，设置一个新的 Apple TV。其实我对 Apple TV 最期待的就是它对传说中对画质和音质的一个提升。我的电视是索尼，就我日常生活中来说，我已经觉得它的画质和音质已经是我非常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那我很期待在这个基础上 ，Apple TV 还能够做多少的提升。这里它还会让你选择这个电视所在的位置，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区别啊，我就选客厅吧。OK， 这就是 Apple TV 的样子。这第一个就是它的 Apple TV 的 Plus 的 App， 就是 Apple Music 相册，然后这个是 Arcade 以及健身，下面还有很多应用。我们先到设置里面看一下，因为我比较期待的就是它那个色准的校对。哦，校准找到了，色彩平衡。那它要求我是靠近并且点继续。这个是原始值，这是使用平衡值之后的效果。可以看到色彩的饱和度更加高一点。在使用这个校准之后，它其实并不是调整你电视本身的色彩，它只是把这个设置相当于存储在了 Apple TV 里面。你不使用 Apple TV， 或者说把它暂时拿掉了之后，它的颜色还是会回到电视正常的颜色。行，我们就找一个电影来看吧。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吃画质的一些电影来看吧，找点游戏看一下。那我们先下一个比较流行的游戏。好，那它趁游戏还在下载的时候，我们先把手柄跟它连起来，就需要把两个键一起摁住无线，然后选择连接。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恶魔的世界，看一下这游戏怎么样。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或者你本身不是个重度的游戏玩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游戏的质量也足够一般的玩家的需求了吧。你先试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Day 2 OK， 那我会在后续的几周继续体验 Apple TV， 包括它看视频以及玩游戏或者听音乐所有各方面的功能。那到时候我会再把使用后的体验一起加进来，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 Apple TV 的一个使用感受吧。